在2025年秋天，我们已经评论过维卓士的 IF85毫米 f2 EVO 了。该款镜头因其拥有极强的近轴性能而给我很大印象。当然，彼时的我并未想到该款产品也可以标注 APO 的神秘字母。时隔半年，维卓士发布了 EVO 的后续型号，以双子形态同时发布具有 APO 负消色差技术的 AF35 55毫米 f1.8 EVO 镜头。35 EVO 这款产品的铭文是有2代的标识。那我们也知道，维卓士在2023年以前是有 AFF 1.8 镜头线的，35 EVO 的确是2代目。除了常规的更新外，近2个月的产品预热都指向了一个名词 APO， 和萤石镜片一样，都是厂商的性能安全词一样。维卓士的2款新 EVO 镜头都标注了 APO 字样，这也是维卓士首次在产品上标 APO。我们也知道，维近2年来的产品性能冲得很厉害，终于想到标 APO。本期我们就来讨论2枚镜头是否具有 APO 的光学设计，还有2枚镜头的性能表现，依旧是全流程，包括光学设计、仿真、测量、实拍的呈现。当然，可以先偷偷告诉大家，带有 APO 的 EVO 确实超出想象。最重量级的产品当属 AF55毫米 f1.8 EVO， 也是我认为光学设计完成度最高的一颗。它修正了 AF50毫米 f2L 镜头光学设计上的不足。当然，肯定是忘不了我的福伦达50毫米 f2 OPPO Lens2。虽然它并不算真正的 OPPO 负消色差设计，但依旧是一颗优秀光学设计的手动镜头。50 OPPO 的光学特性，我们在往期已经详细讨论过。没看过可以补课。讨论起维卓士 AF55毫米 f1.8 EVO， 自然离不开专利。该专利于2026年3月17号公示，早于发布日期。专利首页给出了其中一个实施例的结构图，非常传统的维卓士3段式透镜群设计。如果你再把用户手册的量产结构图与其对比的话，其实这个结构并不是量产的透镜设计，需要寻找其他实施例。在专利后面的图6就是实施例2，很明显这就是符合实物量产的设计。确认后就可以开始专利还原仿真，将还原后的结构图叠加用户手册的光学结构，具有良好的拟合效果。仅仅在非球面和一些表面有微小的曲率半径差，这就是维卓士 AF55毫米 f1.8 EVO 的光学结构，一共13片。其中1枚为双面压铸玻璃非球面镜片，口径超过30毫米 Lab 系列同款超高精度 UA 非球面镜片，依旧是 G1-3 的透镜群分组。该镜头在对焦时仅由 G2 群向方位移合焦，对焦时镜头总长不变，即实现了内对焦，但参与对焦的仅只有2片镜子。因此55 EVO 的近摄性能并不能做到像福伦达50 OPPO 3群全动对焦的良好性能。55 EVO 的光学总长大约在90毫米左右，相比 AF50毫米 f2L 长了22毫米，长度更加充裕，因此光学设计可以更加舒展。该总长大致和适马的65毫米 f2 Contemporary 类似，和人的手掌差不多长，长度适中。该镜头出于成本考虑，仅允许使用1枚非球面，因此非球面的放置位置极其重要。排除了对焦群后，仅只能放置在 G1 前群，而且是光路扩束后收束的关键位置，因此口径变大是必然的。尺寸超过30毫米的直径，非球面材料是成都光明的 DLAF50， 折射率 1.774。Hoya 的类似物是 MTF1。G1 前组的设计是非常高效和节省的，非球面在这里可以平衡中场的汇差的向散，在非球面左右两侧是塞满很多部分色散多的镜片，如 Hoya 的 MBFD 泥短火石玻璃以及一块 ED 低色散免排玻璃。对焦的材料选择也非常重要，特别是 G2 群的正镜。如果想要设计一个高性能物镜，那它必须是超高折射、高色散、高部分色散的材料。像是 HZF71、72、88、73都是这类重要的材料。Hoya 这边是 EFDSE、FDSE8、16W。
折射率平均在 1.93， 阿倍数在20以下。也是现代镜头消色差的一种材料选择，因为可以提供很多部分色散配合其他材料修正。G3 后组的设计也很常规，玻璃材料的选择就随和很多了。只是可惜，由于成本限制，维卓士并不能在后组再设计一块非球面，不然可以进一步矫正汇差。加非球面还能再提高光学设计完成度。整镜一共13枚镜片，除了 NBFD 泥短火没办法国产替代外，基本都使用了成都光明 CDGM 或者新华光 NHG 的玻璃材料。当然，去年9月成都光明推出了 HTF29 玻璃，可以替代 NBFD29， 不过还是晚于55亿 VO 设计的时间。最后，我们整理了此次优化还原后的设计数据。如果你想以该镜头作为光学设计初始结构，可以根据数据做仿真。55亿 VO 的还原也非常好做，在工作时我也仅耗时1个下午就复现了出来。在开始性能仿真和测量环节前，我们就来看看这枚镜头的外观设计。直戳痛点，就谈谈55亿 VO 的前域设计。你会发现55亿 VO 非常拥挤，1:1.8后面的文字特别多， STM、APS-H、ED、IF 占据了很多不必要的空间。右边的福伦达50 APO 就很克制，而且其铭文采用了刻槽注入白漆，比印刷质感更好。55亿 VO 和35亿 VO 都采用了相同的光圈环设计，取消了整档光圈 F 值之间的刻度标识，但依旧是有 click 的。维卓士也为其设计了 click 切换开关，可以在有极和无极间切换。来到55亿 VO 的镜头尾域，可以看出55亿 VO 的镜片还是比较大的，而且吃了更多的 BFL。 尾部的卡口使用了4颗内梅花螺丝，而福伦达50 APO 则是普通的十字。拆过镜头的小伙伴应该也知道十字螺丝多难用，拧不好会滑牙。来到性能这一块，每个喜欢翻用户手册的人都可以找到答案。55 EVO 的官方 MTF 显示出了极其强大的性能，它的30线对几乎在0到17毫米市场为取 0.9 的反差。边缘则是由于刚刚提到汇差和非球面的问题，所以最边缘是被放弃的。当然，如果你也有留意，维卓士近2年的新镜头几乎都是这样设计。来到光学设计软件的仿真全市场 FFTMTF 中，维卓士55 EVO 展现出了令人惊讶的性能表现。为了进一步展现性能，甚至连320线对每毫米都需要绘制曲线。中芯 MTF50 大约在230线对每毫米左右，已经逼近135 LAB 和135 GM 那般恐怖的设计性能了。当然，55 EVO 的最边缘可以看到坠机的表现，大约在18毫米向高后开始。与之相比的福伦达50 APO 在最边缘的市场性能设计上是没有妥协的。直到最边缘 21.6 毫米向高，40线对依旧可以达到 0.6 的反差。不过福伦达50 APO 的大部分市场并没有55 EVO 那般恐怖，特别是中芯的性能差异很大，50 APO 的 MTF50 设计值还不到55 EVO 的一半。之所以55 EVO 有如此强大的轴上性能，这与轴向色差和球差的矫正有关。维卓士55 EVO 同时把2种相差都矫正得非常少。当然，我这版手搓的在异光瞳坐标的短波稍微飞出，色差宽度到了48微米左右，但总体是能够压在20微米左右的水平。那55 EVO 是否符合负消色差的消色差设计？可以发现镜轴的色差分布情况和平常不同，紫光在大约 0.6 光瞳和其他波长耦合了。在该光瞳的色交移曲线中，我们看到了非常漂亮曲线，与垂直轴交平面有3个焦点，这也证明了55 EVO 的确是负消色差的 APO 设计，不仅是符合 APO 的3色光重合，而且实际的色差量也非常少，进一步近摄到 2.6 米。此时的镜头放大倍率为 0.02 倍左右，由于对焦组设计，55 EVO 的性能出现了下跌，但中芯的分辨率表现依旧大于160线对每毫米的 MTF50， 然后在大约14毫米向高处出现了开裂的子午弧时表现。
这也是我一直强调增加非球面的问题。当然，我们也测量了镜头的分辨率。3.76 微米像素尺寸的 A7R4A 也是 A7R6 没发布前像素最小、最多的全画幅机器，依旧使用 MTF Mapper 进行数据处理，依旧是老生常谈的 A7R4 像素太大问题。3.76 微米最多测到90多线对每毫米。如果你想测量160线对每毫米的高频 MTF50， 需要相机像素尺寸小于2微米。按照此密度，此时这块全画幅传感器像素量得超过 2.1 亿，所以 A7R4 现在测不出镜头的完整表现，镜头的分辨率还是太权威了。虽然分辨率没办法测试完整，但这些溢出的分辨率并非没有作用。它会在你观察虚化光斑的时候体现在波前差上。使用 Zmax 对离焦点列图仿真，此时的55 EVO 相差极其稀少，在背景虚化上也没有明显的亮边表现，中心区域甚至还有一点球差欠矫正的痕迹，边缘汇差相比维卓式 50L 也改善非常多，这也是超高分辨率设计所带来的极低相差虚化表现。色差也是非常少，毕竟20微米的水平，将55 EVO 进一步近摄到大约1米，此时放大倍率增加到 0.06 倍。此时的 MTF 再一步滑落，中心 MTF50 跌到80线对左右，而且离轴的情况更加不容乐观。子午弧使开裂了，中场 MTF 塌了一点。如果你尝试和福伦达50 APO 比较，就知道福伦达3群浮动对焦的实力了。MTF 曲线依旧贴合，不会很崩，相差表现也会好很多。维卓式55 EVO 在1米情况下，我们也打了标靶，使用 MTF Mapper 绘制全市场 MTF。55 EVO 的中心分辨率表现就比设计在低点，大概只有66线对每毫米。然后就是子午弧使分裂，此时55 EVO 的虚化也开始出现比较明显的相差痕迹。首先最明显的就是中心的背景虚化变成球差过矫正了，边沿的汇差痕迹也比较明显，在光斑有亮边，而且可以发现虚化光斑是带小核，原因不难猜测，就是球差在捣鬼。我们会在接下来的实拍图片中寻找拟合，来到球差这一块，一眼就能知道发生了什么。没错，它有焦点偏移，球差的光同末端有向右倾斜的趋势，当然也很好解决，你只需要收缩光圈来到 f2.5 就可以裁切掉上端，然后就是一个球差欠矫正的状态。如果测量和光学仿真比较难懂，不妨直接来看实拍环节，全程使用 A7R4 AF 1.8 光圈焊死拍摄，视频会有流媒体压缩，不一定能够展示性能，可以在视频简介中获取 RAW 格式原片下载。55 EVO 的远摄影性能不容置疑，微反差细节呈现是非常到位的，毕竟远摄下性能非常残暴，是远远超过80线对的分辨率的。作为一颗 APO 镜头，色差的表现也是极其需要关注，所以我们拍摄了一张大背光过渡区的图。在这种地域工况下，维卓式55 EVO 依旧保持了极低的色差表现，高光边缘几乎看不到色边，这就是负消色差设计的最好体现。除了负消色差设计外，高分辨率也是水到渠成般涌现出来。在2外物距外是55 EVO 的性能霸权时刻，它提供了极强的轴上性能表现，能够反映物体的小微细节，表现已经跳出了傻锐的中等性能陷阱。除了中心锐利良好外，边缘的表现也很重要。对于55 EVO 依旧是洒洒水的难度，继续近摄进入拍菜环节。1米内的性能表现是我在意的点，所以微距镜头也是我的爱。55 EVO 的60线对性能也可以在61MP 上获得锐利感，但此时虚化已经露出了相差的痕迹。在近摄时，55 EVO 的色差并未劣化，这也是令我惊叹的点，因为你可以惊奇地发现它的色差仅仅只是从不可见转化为轻微可见，画面的微反差还是没差。综上，55 EVO 的确是本次2支 EVO 中我最满意的镜头，
包括目前整个 EVO 系列。它在光学设计上做到了同价位几乎无懈可击的设计。当然，我们也指出了其很多可以在设计上平衡的 trade-off。EVO 作为亲民的产品线，价格也不会太贵。它只比1299块钱的 AF85 毫米 F2 EVO 贵了400块钱。当然也可以理解为是那块双面压铸非球面的成本。高精度非球面是好东西，但它金贵。35毫米就应该下地狱。众所周知，35毫米是广角镜头的开始，而广角物镜对于摄影师和光学设计工程师都不是省油的灯。35毫米也是维卓视产品线中更新频率最低的那个焦段，这也是继 AF 35毫米 f1.2 LAB 后的35毫米镜头。珠玉在前，时隔1年，35 EVO 能否延续传奇？我们自然还是从光学设计讲起。如果你赶时间，可以直接跳转到实拍样图环节。35 EVO 的专利也和55 EVO 同日公示，都是2026年3月17日。申请日倒是非常早，在2024年9月。专利首页的结构图也和实际量产的版本一致。史诗利一就是量产版本的对应数据了。当然，专利数据是有坑的，需要修。优化了好几个版本后，最后我们获得了一个与实物非常接近的片型，性能大致可以作为参考。这就是维卓视 AF 35毫米 f1.8 EVO 的光学结构，和55 EVO 一样，都是13片的结构。55 EVO 和35 EVO 的结构非常相似 ，G1、G3 分群，光缆位置都基本一样。35 EVO 也是55 EVO 的拉皮，反之也可以说35 EVO 拉皮到55，对焦群依旧是 G2 那2片。35 EVO 的近摄特性应该和55 EVO 类似。G1 前组第一片双凹前预副镜就是非球面，是一块双面压铸的非球面镜片，它的材料选择对还原设计至关重要。我们也尝试过 DTOK3L 等材料，最后优化还是遵循专利数据，选择了 Hoya 的 MBACD5N。双面压铸的非球面双凹透镜是最难制造的一类透镜，对应的模具就得凸出来。前组的材料选择就很常规，广角消色差也很难玩出花样。G2 对焦组与55 EVO 也是一脉相承的，不然这两镜头怎么不是半生双子？ HZF73 在设计时也可以替换成折射率更高的 FDS16W， 当然做还原时我选择和55保持一致，后组的材料选择也没波澜。 MBFD32 则是胶合的 HFK71， 我认为能更好的耦合色差，所以没有选择 HZF 玻璃。广角镜头的设计还是比较难去塞入 MBFD 玻璃的，甚至有些镜头都不吃高折射率材料。最后，我整理了最终优化还原后的设计数据的35 EVO 数据。如果你想以该镜头作为光学设计初始结构，可以根据数据做仿真。广角镜头的优化还原是难做的，完成这枚镜头的还原也耗时比较长。官方的 MTF 也反映了其性能。其在中心的30线对反差甚至超过 0.92， 不过其在中场跌落就非常快了，比55 EVO 来得更低，但最边缘没有大幅度放弃，这点比55 EVO 要好一些。来到无穷远的全市场 FFT-MTF 仿真，35 EVO 的确展现出恐怖的轴上性能，其设计中心 MTF50 达到240线对每毫米，和适马65毫米 F2 一样，都是非常吓人的存在。当然35 EVO 的中场和边缘也和马哥65一样，一出中心就跌落很多，最边缘还是保住了30线对大于 0.6 反差，但曲线还是不太优雅。无穷远的设计性能大致和 AF 35毫米 f1.2 LAB 类似，中心甚至还更强。如此强大的轴上性能，自然和色球差离不开关系。可以发现35 EVO 的球差矫正非常良好，由于前组使用了高阶非球面，球差呈现出波浪状。
轴向色差的色差宽度也被压缩到低于30微米的水平。当然，还是得回答原问题，这真 APO 吗？在我们这版还原中，35EVO 的确是可以找到三色光重合的光同面的，但其中一个焦点在接近可见光的紫外边缘了。但的确 35EVO 实现了 APO 的正宗设计，残留的色差多在长波区域。继续近摄到 1.7 米，放大倍率大约来到 0.02 倍。此时的 35EVO 表现和 55EVO 类似，性能相比无穷远略有下降，但不多，特性也非常类似。35广角的轴外相差相比55更加难以矫正，中芯的设计性能依旧还是能够超过160线对的。35EVO 的实测也一同进行， 3.76 微米的确测不出更高的高频了。中芯 MTF50 只能测到大约80线对每毫米，当然问题还是子午弧使线对分裂不够细腻，反映到离焦点列图上， 35EVO 的离轴虚化就露馅了。没错，就是汇差的痕迹，左侧的虚化前景更为明显，光斑变成了一个菱形，这点可以在后面的实拍图中留意。当然 35EVO 此时的轴向色差劣化的不多，仿真图中色差色边也没非常明显。继续近摄到 0.6 米，此时 35EVO 的放大倍率来到 0.071 倍左右，性能再一次下滑了。中芯 MTF50 只剩下80线对每毫米，边缘也是因为汇差增加劣化非常多，特别是子午方向的汇差所导致的坠机。中芯的分辨率劣化则是色差和球差的双重打击，在实测中我们也可以捕捉到这种汇差所带来的性能下降。此时 35EVO 中芯能够测量到大约70线对每毫米，子午弧使分裂，在离焦点列图中这种相差的痕迹非常明显。汇差亮边，菱形的虚化光斑，当然还有劣化的轴向色差。轴向色差增大的幅度比较多，可以观察到右侧的背景虚化光斑的色边所蓝色。我们也没想到 35EVO 在这种误距下色差会劣化这么多。首先是其球差出现了欠矫正的情况，最左侧是蓝光，虚化光斑的背景虚化光斑的轴向色差是蓝色，前景则是右侧的长波红色色边。其一光同坐标的色差宽度来到72微米的水平，相比远摄劣化翻了1倍多。当然还是可以甩锅给对焦组设计的问题。终于来到我们的实拍环节，由于35毫米并不是我的主力焦段，实用拍到能上桌的样张也没非常多。在远摄样图中 35EVO 相比无穷远最强的设计性能下跌不多，拍摄的样图也可以有不错的边缘分辨率表现。当然我最喜欢还是拿来拍菜了，没错，还是那道脆皮猪肉和 55EVO 一块拍摄的样图，对焦距离大约就是 0.6 米左右。35EVO 的中芯表现非常不赖，大概70线对的表现， A7R4 上开始体验锐利，而且可以观察到背景虚化的柔和。没错，就是刚刚提到的球差发力了。来到边缘可以发现焦内并没有中芯那样扎实，而且前景虚化的光斑的色差也比较明显了。当然我们也找了个非常地域的高光过渡区来观察轴向色差，距离大约也是 0.6 米。35EVO 的轴向色差自然是无处躲藏，明显可以观察到虚化背景是蓝色的轴向色差，前景是洋红色。要想 35EVO 性能好点，还是得对焦距离1米外。35要拍摄些静物特写，还是得靠近物体，这也是我一直强调近摄性能的关系。半米内 35EVO 的性能就没有1米外那般凶猛了，可以发现相点的汇差痕迹，背景的虚化光斑的蓝色轴向色差。如果和 55EVO 一块比较的话，可以发现右下角的钢管的灰尘缺失了高频细节， 35EVO 那块分辨率不足。来到边缘， 35EVO 的前景光斑出现了菱形的形状，这也是刚刚离焦点列图仿真中一直强调的，
就是这样水灵灵的在实拍图中出现了。综上，我们认为 35EVO 是一颗完成度比 55EVO 稍低的镜头，但依旧是用 APO 设计，实打实打消了我的顾虑。当然，如果维卓士愿意继续给 35EVO 放宽成本约束，增加非球面镜片，可能效果还能更加惊艳。当然，相应的成本也会增加，大概一块非球面就得贵上600块钱。35EVO 的价格是1799块钱，比 55EVO 贵了100块钱，定价和国产35差不多，也为这个疲软的35市场注入新血液。本次维卓士一块发布的2亿 VO 双子星镜头的强度完全超出我的想象，在我没有上手做测试和逆向设计时是充满怀疑的，特别是 APO。但当设计数据把超低数值的色差和实拍进行耦合，我不得不接受这个恐怖的事实。回想当年，如果你想要一枚具有良好消色差能力、神似 APO 设计的、分辨率能够抵达160线对的高性能镜头，价格又在2000元左右，唯一选择只能是适马的70毫米 f2.8 Art DG Macro 微距镜头，或者是加点钱上105毫米 f2.8 DN Macro 镜头。当然，两枚都是长度比较长的微距镜头。维卓士自从 AF56毫米 f1.7 Air 发布后已经变异了，这对于入门产品是极具冲击力的。当然，我们也在视频中指出了两枚镜头在设计上的很多不足，但受限于成本，或许很难在 EVO 的定位上去实现，还是更加希望能够在高端产品得到实现。